1999年3月7日，库布里克离世，距离他将电影拷贝交给华纳仅隔了4天。同年7月，影片上映。21年后的今天，大开眼界仍是一部被低估的佳作。在深入研究影片之后，我发现此片是库布里克整个电影生涯中最为复杂的作品。它包含了库导在前2部作品中使用的荣格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且巧妙运用了他自创的电影技巧。电影依旧保留着导演对现实社会的犀利批判，以及对社会中的个体极具深度的心理探索。在正片开始之前，先说一个导演在大开眼界中埋下的荣格梗。在影片的22分钟，比尔夫妇正在陪伴女儿读书，直接搜索女儿的台词就可以找到对应的书籍。这本出版于1885年的儿童读物名为《My Shadow》， 即阴影，是荣格原型理论中的重要原型。熟悉我前几期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库导在最后3部作品中均使用了阴影的概念。除此之外，本片还使用了荣格的人格面具概念，具体细节我会放在分析中展开。因为大开眼界的解读重在细节，所以这里只对剧情和荣格心理学做简短介绍。想看解析的朋友可以通过时间轴自行跳转。开篇，我们跟随医生比尔与妻子爱丽丝进入了齐克勒的派对，这里汇聚着纽约的精英阶层。比尔在晚会上碰见了自己的老同学夜莺，夜莺早已弃医从乐。晚会过后，爱丽丝与比尔就情感问题发生争执。爱丽丝坦白自己爱过别人，比尔心生嫉妒，在看望了死去的病人后，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在城市中闲逛，以寻找报复爱丽丝的机会。他在酒吧门外看到了夜莺的宣传照，于是进入酒吧寻找夜莺。与老同学寒暄一阵之后，夜莺告诉了他一个进入神秘派对的口令。比尔前往派对，并见识到了夜莺描述的场面。他最终被房子的主人发现，主人正要惩罚比尔之际，一个戴着面罩的神秘女人突然提出要帮他顶罪。狼狈的比尔被赶出了派对。第2天，比尔像侦探一样追寻着女人的踪迹，最后在报纸上发现了一则与面罩女有关的新闻报道。他利用医生的身份进入了停尸房，看见了女尸。此人是他在齐格勒家中解救的女性。正想理清线索的比尔被齐格勒的一通电话叫了过去。齐格勒警告比尔不要再追查此事，不然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比尔回到家，看见了自己在派对上所戴的面具，内心崩溃的他向妻子坦白了一切，妻子却提议全家前往玩具店给女儿买玩具。在玩具店，妻子建议比尔把这段经历当成一场梦，继续自己的生活。影片结束，接下来是荣格心理学介绍。荣格认为，人类的人格由3部分组成，即自我意识、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因解读电影时很少用到前2个概念，所以不做多余科普，这里只重点介绍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指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集体经验心灵底层的精神沉积物，处于人类精神的最低层，为人类所普遍拥有，在个体一生中从未被意识到，经由遗传获得。荣格曾用岛打了个比方，露出水面的小岛是人能感知到的意识，意识的中心就是自我，由于潮起潮落而显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部分就是个体潜意识，而岛最底层的海床就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由全部本能及其相关的原型组成，这里有2个概念，本能和原型。本能大家都能理解，重点介绍原型。举个例子，刚出生的婴儿眼睛还未睁开就能完成吃奶的动作。荣格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婴儿通过遗传获得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婴儿原型，这个原型指导了婴儿的行为。同理，母亲本能的保护后代和哺乳，也是因为集体潜意识中的母亲原型。分析本片主要用到的原型就是人格面具和阴影。先介绍人格面具。
荣格将一个人的人格比喻为面具，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形象，也就是戴上不同的面具。因此，面具不只有一个，而人格就是所有面具的总和。再是阴影，阴影是潜意识的一部分，它是由人在自我中不敢面对的部分组成，它包括了弱点、欲望、本能、缺点和被压抑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影片分析环节，我会详细解析比尔的人格面具和阴影。在大开眼界中，导演加入了《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绿野仙踪》的元素，比如片中妮可基德曼饰演的女主角名为爱丽丝。爱丽丝在最后的对话中将比尔的经历形容为 adventures， 这对应了书名 Alice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在爱的动画中，所有人围成一个圈，对应了晚会上女人们围成的圈。然后是服装店的彩虹招牌下写着英文 Under the Rainbow， 中文意思为彩虹之下，而服装店在2楼，也就是彩虹招牌之上，这对应了绿野仙踪里的 Over the Rainbow。 爱和绿有着相似的剧情，故事讲述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女孩机缘巧合下进入梦幻世界。两个故事的结尾都是主角从梦中醒来，回到了现实世界。Wake up, honey.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这两个故事与本片在整体调性上有着某种相似性，三者的主线剧情都与主角的梦境相关。有人就问了，难道大开眼界的主线剧情是比尔的梦境吗？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我将给出证据。在展示证据之前，先要提到闪灵。库布里克在闪灵中广泛运用的一个技巧就是连续性错误，也就是网友所说的穿帮镜头。开个玩笑，比如闪灵中桌上木雕的消失，门开关方向的不同，导演想通过这种手法为观众制造一种神秘感。在大开眼界中，库布里克大量运用了这一技巧，量大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警告，前方持续高能。连续性错误最多的地方是彩虹服装店，可以看到进门处白衣男模的发型和姿势在白天发生了改变，夜晚橱窗的模特与白天有明显区别。店内晚上放衬衣的位置，白天放的皮鞋。柜台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晚上的这盏花灯在白天不知所踪。接着米莉奇将门打开，门框处可以看到眼罩女和另一个女模特。我们跟随比尔进入陈列室，进门处画红圈的模特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此时他手上没有拿伞。比尔继续往里走，眼罩女现在的位置和身上的灯光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旁边的模特也换了位置。接着店主和两个日本男人发生了争执，镜头切回比尔，注意穿裙子的模特已从门口的位置移动到眼罩女的边上，她身上没有打光，手上拿着伞。背景中穿和服的模特也改变了位置。镜头再切，女模身上的灯光又变了，背景处的男女也向右移动了一段距离。到了白天，比尔回到店中，从门框处我们又看到了拿伞的模特，此时伞头向上，他的手抓着伞的中部，脸上没有强光。这时再品老板的台词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Looks like alive, huh? Yes, it's wonderful. 全片充斥着这些细节，我按时间顺序展示。
梦境始于爱丽丝与比尔吸食大麻之后，可以看到爱丽丝背后的 CD 盒在剪辑后发生了变化。比尔来到玛丽安家，家里的保姆叫做 Rosa， 而片头比尔家的保姆名为 Rose。 影片后段，比尔在办公室打电话给玛丽安，玛丽安的电话就在碟子和黑陶罐的右侧灯的下方。我们再看男友第一次进入玛丽安家的截图，可以看出本该放电话的位置空无一物。比尔2次进入多米诺的家中，在大门处金色的带子在第2次变多了一点。进门后，圣诞树的形状和灯光都有明显变化。比尔第2次站在多米诺家的门口，可以看到后景有一张倒置的王冠明信片，剪辑后明信片变正了。第1次进入多米诺家中，这个位置贴的是其他的明信片。王冠明信片还在比尔的诊所中出现过，但颜色稍有不同。多米诺家中的音乐播放器对应了比尔家中的播放器。然后是奏鸣曲酒吧，酒吧里的电视上放着一场橄榄球赛。从2方球员的衣服判断，之前比尔在家看的也是这场球赛。大家记住奏鸣曲酒吧的外观。比尔从酒吧出来，乘计程车前往彩虹服装店。这张图是彩虹服装店的玻璃门，发现什么诡异之处了吗？我将此图镜像翻转，可以看到彩虹服装店就在奏鸣曲酒吧的对面，1步路的距离，用得着乘计程车吗？比尔2次前往别墅，走的都是同一座桥，开车到达的时候，方向却是相反的。比尔乘车到达别墅，从车内的视角看，牌子在大门的右侧，剪辑后牌子到了大门的左侧。在晚会入口处，比尔进门后，门上的狮子头消失了。比尔与面罩女在走廊上交谈，剪辑后门2旁的守卫消失。在比尔上班的诊所，夜晚的圣诞树与白天有明显区别。早上，比尔去酒吧隔壁的咖啡馆打听夜莺的住处。进入咖啡馆前，装饰物未被遮挡，剪辑后装饰物被一块纸板挡住。比尔进入酒店之前，街道上的邮箱在彩虹服装店的门口和比尔被跟踪的街道上各出现1次。齐格勒家中的灯饰在之后的咖啡馆中出现。从别墅回到家中，比尔来到女儿卧室，剪辑后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客厅里，圣诞树最顶上的灯由红色变为蓝色。他2次进入厨房，第2次爱丽丝常看的电视消失了。还有比尔的交通工具出租车。比尔离开家的第1辆车，遇到多米诺时面前驶过的车，前往服装店的车，前往别墅的车，第2次前往多米诺家的车，比尔被跟踪时拦下的车，这些车都是同一个牌照 7M96。 有的人会说，比尔面前开过去的那台这么模糊，你也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但我不是通过数字，而是车顶上的灯牌。其他出租车灯牌2侧为黄色，而 7M96 是红色。换一张近距离的照片就可以看出，这台车确实是 7M96。 而白天比尔坐的是 7P94， 去医院坐的是 5W57。 所以不是剧组没钱，而是故意为之。我还找到了很多变化，这里不再展示。可以告诉大家，我展示出来的部分只是全部变化的冰山一角。总之，根据变化出现的位置可以判断，从比尔吸大麻开始，到他回家对妻子坦白，这中间的一整段剧情全部是比尔的梦境。要弄清电影想表达什么，就需要解释清楚比尔的梦。解梦的工具
当然是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他38岁与弗洛伊德决裂，原因之一就是两人对梦的理解有所不同。荣格认为梦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潜意识的内容，人可以通过分析梦来了解自己的潜意识，特别是潜意识中的阴影。而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人可以通过分析梦境了解自己的欲望。大开眼界的原著作者施尼茨勒就与弗洛伊德交情颇深，他可能将部分弗洛伊德的观点融入了原著，而库布里克则将两位心理学大师的理论融入了比尔的梦中。通过分析这些梦，我们能够了解比尔的阴影，同时了解比尔现实中未被满足的欲望。声明，接下来的解梦避免不了主观臆测，可能导演正是想利用梦的多义性，让每个人都能解出关于自己的梦。如果你对我的解答不满意，你也可以自己解梦，只要你觉得合理就行。分析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比尔梦中的这些女子是谁。这里又要提到1939年的《绿野仙踪》。电影里陶乐西梦境中的主要角色都是现实生活的映射。农场里的 Hank 是仙境里的稻草人， Zeke 是狮子， Hickory 是铁皮人， Miss Gouge 对应女巫， Marvel 教授对应的大法师。我们再结合施尼茨勒的小说原文，这时他蓦然想起阿尔贝蒂娜来，一种古怪的感觉顿时袭上心头。迄今为止，他似乎一直未能占有她，似乎只有在他和今天夜里碰见的其他几个女人，裸体女子、女小丑、玛丽安娜以及小巷里的烟花女一一交好之后，他才可以成为他的人。通过这两点可以推测，上述比尔梦中的女性对应的是现实中的爱丽丝。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开始按时间顺序解析梦境。比尔先是前往玛丽安的家中，玛丽安对他有着近乎疯狂的迷恋，以至于自己找的男友外形都与他神似。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比尔在现实中得不到妻子的爱，于是在梦中构建了他的替身玛丽安，这个人死心塌地地爱着他。总的来看，比尔梦中的每一位女性都对他有着强烈的好感，面罩女甚至因为救他而付出了生命。这些梦不单单代表了比尔想得到妻子的爱，因为在梦境之前，齐格勒的舞会上，他表现出了对2个女模特的兴趣。实际上，他既想独占妻子的爱，也对其他女性充满了欲望。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我全都要。从玛丽安家出来，他在街上碰到了一群学生，比尔默默承受了他们的侮辱，这反映出他的软弱。之后，比尔遇见了多米诺，这段梦体现出他阴影中的怨恨与嫉妒。多米诺既是报复爱丽丝的工具，也是用来丑化爱丽丝的替身。当他与多米诺亲热之际，爱丽丝打来了电话。爱丽丝的电话代表了道德规则对她的束缚，正如她与玛丽安亲吻后，玛丽安男友的出现阻止了2人进一步的行为。比尔一方面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他内心的矛盾充斥着整个梦境。Hold on to that gun for me, please! Millich, this is preposterous. The young lady invited us. Thank you, Mr. Millich. I'll call you soon. Bye-bye. Goodbye, gentlemen.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And you too? Well, Dr. Harford, here is your receipt. 离开多米诺家，比尔来到了奏鸣曲酒吧。梦中的夜莺赋予了他自信与优越感，因为他的财富与成就都比夜莺高出一截。同时，夜莺也将比尔引入他内心更幽暗的所在。他前往彩虹服装店，目睹了一场闹剧。这段梦代表了他想要增强自信的愿望。因为爱丽丝对其他男人的爱打击了他的自信，所以他构建了一个相比爱丽丝更加天真、纯洁、容易控制的女性。女孩在危难之际寻求他的保护，增强了他的自信。借到衣服之后，他坐车前往森林的深处。
森林在荣格心理学中象征着潜意识。坐车的片段隐喻着比尔的意识正通过梦境前往他最深处的潜意识，这是他内心中最黑暗也是最羞耻的地方。这种黑暗与深邃在画面中也有所体现。进入晚会的口令是费德里奥，这部贝多芬唯一的歌剧说的是妻子女扮男装混入监狱救丈夫的故事。戴着面具的曼蒂既是费德里奥，也是爱丽丝的替身。原著中阐述的更加直白，他一直用阿尔贝蒂娜的相貌特征去想象这个未露面容的自杀者。他惊恐不安地发现，他所寻找的女子竟然自始至终以妻子的形象浮现在他的眼前。比尔在梦中构建了一个为了救自己而牺牲的女性，用以弥补妻子的背叛对他造成的伤害。比尔被迫在众人面前摘下面具，可以用荣格理论理解为他害怕摘下人格面具，露出真正的自我和阴影。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肮脏龌龊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不能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的。面对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他更想用人格面具掩盖自己黑暗的内心世界。被赶出晚会后，比尔回到家中，他梦中的爱丽丝也在做梦，简而言之就是梦的套娃。所以爱丽丝的梦依然反映的是比尔的内心世界。白天，他来到服装店，看见日本人平静地离去。米利奇不仅把女儿卖了，还暗示了比尔。这一段透露出他对女儿未来命运的焦虑，他担心海莲娜也像米利奇的女儿一样成为一件商品。比尔不断寻找昨天晚会的线索，但各方面的信号都告诉他不要再刺探下去。这反映出他的理智想阻止他挖掘自己的潜意识，而他本能的好奇心则推动他继续探索内心世界。夜里，他去到多米诺的家中，被室友告知多米诺得了艾滋病，这反映出他阴影中对疾病与死亡的恐惧。最后，也是本片最关键的部分，比尔看到了曼蒂死亡的新闻和他的尸体。他被齐格勒叫去家中，两人进行了一段对话。关于最后这段梦的解析，我将放在总结中。上述内容是将比尔的梦一段段分开细读，下面我们对他的梦做总结，分析贯穿整个梦的主题。其实库岛早在梦开始之前就将主题之一浓缩在一帧画面中。图中创口贴盒子代表了道德规则或是人格面具，盒子里的大麻则代表了内心的欲望。荣格说过，人格面具是人面对外部世界所呈现的人格。面对女儿时，比尔是父亲；面对爱丽丝，他是丈夫；面对病人及社会，他是医生。 Mr. Milich, just to let you know that I really am Dr. Harford. This is my New York State Medical Board card. It's okay, I'm a doctor. I'm actually a very old friend of his. The Bill? You're the doctor who was here last night? Well, I suppose I am. Good evening. I'm Dr. Harford. And one of my patients was admitted earlier this morning, Miss Amanda Curran. 比尔之所以如此强调自己医生的身份，是因为这个身份所代表的社会地位给予了比尔便利。很多人会漏掉一个重要的人格面具，那就是消费者。Honey, you see my wallet? No, really, you don't have to. No, I want to. Really? Reall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Keep the change. I need a costume. And I'd be happy to pay you $100 over the rental price for the inconvenience. $100? Yes. I don't think so. Well, okay. How about $200? Okay, that's $74.50. $74.50. All right. There's 80. I promised you $50 over the meter, right? I'll make that 100. If you wait for me. 而随着故事的发展，比尔的面具被逐个击破。
爱丽丝先打破了她的丈夫面具，接着米利奇让她对自己的父亲面具产生了疑惑，最后齐格勒打破了他的医生与消费者面具。谈话中，比尔不断提出的质疑让齐格勒哑口无言。他作为资本与权力的代言人，最终失去了耐心。他奉劝比尔不要再追查此事，并对他做出了死亡威胁。Who do you think those people were? Those were not just ordinary people there. If I told you their names,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eir names, but if I did, I don't think you'd sleep so well. Listen, Bill, nobody killed anybody. Someone died.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But life goes on. It always does. Until it doesn't. But you know that, don't you? 与晚会上的权贵相比，比尔的财力与地位都相形见绌。他的医生与消费者面具在齐格勒所代表的群体眼中一文不值。他潜意识中应该清楚，在齐格勒面前，自己已经从那个无所不能的消费者变成了随叫随到的应招女。仔细想想，自己知道曼蒂之死的真相而不去报警，这好像与米利奇卖女的行为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是为了自身利益丢掉了底线。谈话结束，比尔回到家中，他看到了被摘下的面具，失去面具保护的他露出了最真实脆弱的自我。他决心坦白一切，希望能够得到妻子的支持，以鼓足勇气面对自己黑暗的内心世界。而妻子在听完比尔的自白后，回答却耐人寻味。 Helen is gonna be up soon. She's expecting us to take her Christmas shopping today. 在这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圣诞节早已成为了消费的借口。刚从长梦中醒来的比尔，又被卷入到另一场消费主义的迷梦中。海莲娜拿起一个芭比娃娃，娃娃的形象与她片头的造型暗合。爱丽丝的旁边也摆满了多米诺床上的老虎。画面中，后景的两个秃顶男曾出现于齐格勒的派对上。我们将这张截图与服装店的截图对比，可以发现，两个场景中5个人的站位是一一对应的。两个秃顶男和日本人一样，穿着一浅一深的外套。以此类推，海莲娜对应了米利奇之女。这些隐藏在镜头中的元素，暗示着爱丽丝已成商品的事实，以及海莲娜未来的命运。影片的最后，现实与梦境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辨真假。可以肯定的是，梦虽是假，但其反映出的内心世界是真。比尔夫妇互相嫉妒，他们面临着道德与欲望的两难抉择。他们对死亡充满恐惧，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身上标有价码，也能感觉到女儿未来会像自己一样成为一件商品。比尔夫妇之所以没有面对阴影的勇气，是因为阴影来自于他们生活的根基。面对阴影，意味着要主动放弃舒适便利的生活，失去现有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选择了无视，直到不得不面对的那一天。这也是片名 Eyes Wide Shut 的含义。唯有看见自己的内心，你的视野才能变得清晰。往外张望的人在做梦，向内审视的人才是清醒的。卡尔荣格。I do love you. And you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that we need to do as soon as possible. What's that? Buck. 感谢你看到这里。大开眼界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电影，它同样是一部被严重低估的电影。我分析的内容只是整部电影的冰山一角，电影中还隐藏着更多的内容，有待大家挖掘。如果你觉得我的原创分析有几分道理，请点赞支持一下。这里是 LC Cinema， 我们下期再见。